爱是什么？是一种能力还是感觉？你真的知道怎么爱一个人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心理学经典名著《爱的艺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会不会觉得爱是一件说起来简单，但却非常难以做到的事呢？虽然我们会对于别人产生爱的感觉但光要靠感觉来维持关系，却又蛮不稳定的。如果有天醒来感觉没了，那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呢？这些关于爱的问题从小到大好像从来没有人真的教过该怎么做。很多人呢也因为这个样子会在亲密关系里面不断的受挫，每段关系结束后都觉得心好累。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的这本书呢，叫做《爱的艺术》，就是希望翻转大家对于爱的刻板印象，主张爱是一种可以练习的技能。作者艾里希·弗洛姆呢是当代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之一。这本书被翻译超过30种语言，销量超过了3000万册，是公认的心理学经典。是说，如果爱是一种可以掌握的能力，那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学？这是每个人都能够学会的能力吗？这集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爱的艺术吧。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但一般人总觉得这个目标很遥远。而今天要分享的宏德能源就希望打破这个印象，让绿能普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他们旗下包含了提供绿电售购服务的新兴电力，拥有环岛充电网的新洲快充，余电共生品牌新源渔业，提供智慧电网跟储能服务的新佑能源。宏德的目标是成为一家智慧电力公司，朝向家家光储充、户户碳中和的目标迈进。如果你对他们感兴趣，很欢迎关注FB 跟官网，或是在10月18日到20日期间前往南港展览馆参观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 J0618 展位，亲自了解宏德能源的更多资讯哦。要讨论爱的艺术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看到底为什么人需要爱呢？没有爱好像也不会死啊，大家为什么要为了爱人跟被爱搞得那么的累？作者弗洛姆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都很孤独。他提到人类在刚出生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还很模糊，随时都需要依赖着自己的照顾者，感觉上好像跟你的照顾者是融为一体的。到了慢慢长大之后呢，人类会发现自己跟照顾者的关系再怎么样亲密，大家终究也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是一样的人。而这个过程会让我们对他人以及外在世界产生一种疏离的感受。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就算是面对最亲密的人，你掏心掏肺的讲出你内心的感受跟想法，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你。反过来呢，也是一样的。当你最亲近的人跟你倾诉痛苦或快乐，你有时候也很难真的100% 感同身受。更残酷的是，就算你很幸运有个完全心灵相通的爱人，但因为人类终究呢都会死，再怎么好的关系，总有一天都会消失。上述的这些状况呢，就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难以承受的孤独。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就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消除这份孤独。而作者就指出人消解孤单的方法呢，就是跟他人结合，透过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彼此相爱，让自己感觉被理解、被包容。可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亲密关系是对付孤单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们在亲密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更痛苦、更孤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弗洛姆认为我们必须要先厘清3种大家对爱最常见的误解。首先，弗洛姆认为现代人大多只关心怎么被人爱的问题，而很少去思考怎么去爱人。举例来说，很多人只在意怎么让自己在交友市场上面更受欢迎，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有钱、更有成就，有更好看的外貌跟身材，或是去培养更讨喜的性格、谈吐等等。但弗洛姆质疑当我们太过在意怎么让自己变得受欢迎，把自己当成某种商品去包装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去反思自己有没有主动去爱的能力，反让我们更难进入一段爱的关系里面。好的，那到了第二个对于爱的误解，弗洛姆认为现代人会很习惯把爱的问题当成是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这什么意思呢？作者解释说，因为在这个自由恋爱的时代呢，人人都可以选择想要的伴侣，所以大家通常会把重心都摆在应该要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人，很少去想是不是自己没有爱人的能力。像是很多人都觉得说自己感情不顺，一定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只要我有天遇到这个真命天子或者天女，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作者批评这种信念反而会让人太快的把问题怪到别人的身上，忘了去反省是不是自己根本不懂得去爱。
而最后第三个常见的误解呢，就是人们会混淆坠入情网跟在爱之中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所谓的坠入情网呢 ，fall in love， 简单来说就是陷入热恋。作者举例在热恋期的两人呢，明明都还不太了解对方，但却呢会对彼此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导致他们容易把这个强烈的火花当作彼此之间爱情强度的证明。但其实呢，这种冲动为彼此疯狂的感受，只是凸显了这两个人原本有多孤独，并不是两人的爱有多么的真诚。反过来说呢，在热恋期过后，如果还能够好好倾听、陪伴对方、扶持彼此过日子，这种稳定踏实的情感关系，才是所谓的在爱之中 being in love。毕竟热恋期跟新鲜感一定会过去。如果我们总是把热恋当作是真爱，那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关系开始走入平淡，大家就很容易因为没有感觉而分手，然后只好再继续的找新对象坠入爱河，陷入一个不断的循环当中。那当我们理解这三大误区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来看看爱到底是什么。作者在书中呢，把爱区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不成熟的爱跟成熟的爱。首先呢，不成熟的爱是人格不完整的两种人彼此的结合。这两种人分别是支配者类型跟被支配者类型。支配者类型的人呢，会需要透过掌握权力来建立自信，所以在关系里面呢，他会倾向事事都要占主导地位，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控制狂，甚至他也可能会不自觉的用行动或是言语贬低自己的伴侣，削弱对方的自尊心，好让对方可以依赖着他。而至于被支配者类型的人呢，他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会为了讨对方欢心，主动放弃自己的个体性，凡事都以伴侣为主。在他的想象当中他只要依赖在伴侣身边，对方就会提供他保护，帮他做各种决定。如此一来呢，他就不用承担生活当中的风险，只要当个被照顾、听话的孩子就好。这种类似虐待狂与被虐狂的关系呢，弗洛姆称之为共生结合。也就是说这两种人总是需要彼此的互补，如果没有对方就无法正常的生活。但弗洛姆认为这种关系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因为呢，这不但会让关系中的权力失衡，也会妨碍他们成长。两个人都无法变成独立完整的个体，只能够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互相的折磨。那应该怎么办呢？弗洛姆认为我们应该要去追求所谓成熟的爱。弗洛姆指出，如果说不成熟的爱是两个不完整的人互相结合，那成熟的爱就是你在保存自己完整性的前提下，去跟另外一个完整的人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透过控制对方来让自己感到有力量，也不需要为了对方委曲求全，或是刻意的隐藏和取消一部分的自己。作者强调说，我们应该要意识到这段关系里面的我们是由我跟你两个各自独立的人所组成的。那当然我们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让彼此都变成更好的人，但就算没有对方彼此也一样是一个完整的人。作者认为能够跟孤独共处，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好的人，才是有能力去爱人的人，我们才能够找到一段成熟的爱。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爱情到底是不是成熟的爱呢？作者就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成熟的爱之中的5个要素。首先，爱的首要意义呢，在于给予。说到给予很多人会直觉联想到放弃或是牺牲，但作者认为，只有心灵不成熟的人才会把给予视为是牺牲，甚至是剥夺。对于成熟的人来说，给予反而是展现自己能力的最佳证明，因为只有富足的人才有能力把多出来的资源给予别人，并且呢，在给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喜悦与成就感。这就好像你拿着出社会领到的第一份薪水请爸妈吃饭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种喜悦的感觉。这种我也能够为爱付出的体验，对作者来说就是爱的必备条件。再来呢，爱也包含着照顾与责任。当你爱着某个人事物，你应该就会本能的想要照顾关心对方。举例来说，如果你关爱着自己种的植物，就不会忘记帮它浇水，但如果你根本不在乎，就这样子放任它枯死，那当然就不能够算是爱。而至于责任呢，作者认为当你爱着某个人事物的时候，你会自然并且主动的回应他的需求，把对方的事情也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重视，而这就是一种责任心的展现。那除了给予照顾跟责任之外呢，作者还强调，爱一个人就必须要了解与尊重对方。所谓了解一个人呢，并不是停留在表面的说，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怎样的人，而是应该呢用对方的角度来认识他，也就是要训练自己的同理心，练习去真正的理解对方的处境跟想法。而在了解对方之后，我们还必须要尊重他。书中提到尊重的英文 respect 呢，实际上是源自于拉丁文的注视。换句话说呢，尊重一个人就是单纯注视，让他依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我们只需要欣赏，不需要干涉或控制。
反观如果一个人在感情当中不断的要求伴侣成为自己理想当中的样子，或是有些父母会要求孩子照着他们规划好的方向发展，而忽略了孩子本身的喜好或需求，那这些情况呢，就不是在注视尊重对方，而是在干涉别人，阻止他成为他自己。作者认为成熟的人呢会了解到别人也是独立的个体，从这个前提出发去尊重他所爱的人，并且爱这个人本来的样子。在读这本书之前呢，我们看它小小本的，原本以为会是那种言简意赅但超难读懂的学术书，但实际翻过之后，我们觉得作者虽然是重量级的心理学家，但他的文字却非常的平易近人，感觉呢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学者在跟我们分享聊天，阅读体验真的是蛮好的。那说回这本书的主题爱，我们也觉得作者的观察非常深刻，因为我们也跟很多人一样想要争取爱，第一时间想到呢就是要怎么样精进自己的能力跟技术，让自己更值得被爱，甚至一不小心呢就走歪要变成 PUA 技巧之类的东西，就算进入了亲密关系，也只会造成彼此更大的痛苦。但是作者呢却提醒我们想要被爱没有错，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要关注怎么让自己变成更成熟的人，从爱人的角度出发，才能够进入一段让彼此都有成长的关系里面。但当然啦，毕竟爱是抽象的，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个人对于爱的诠释可能都有差异，所以作者呢在书中提到了很多他对于爱的见解，不一定所有人都会认同。他们觉得这本书呢为我们提供理解爱的另外一种视角，作者也用很清晰有逻辑的书写方式向读者阐述整理他对于这个议题的想法，非常的值得一读。那今天的内容呢其实也只说到这本书的一小部分，其他还有像是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其他不同类型的爱等等。如果你对这本书在讨论内容有兴趣，我们推荐你可以把这本经典买来阅读看看，支持好书跟出版社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爱人，好好的被爱。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觉得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我觉得超难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爱无能。B 还好，我都会从过去的感情经验里面学习，越来越上手。C 不知道，平常根本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情。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爱的艺术。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爱无能世代以及不存在的女友诈骗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